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如何在18年里完成命运大爆改？今年春节档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往流量演员参演电影带来的通常是大规模的关注、争议甚至抵制，然而今年自带流量的赵丽颖却以积极的面貌改变了一切。第20条发布会直播间里，赵丽颖的骨相实在太引人注意，坐在玛丽雷佳音旁边，她的头看上去只有雷佳音1/2大，比玛丽和高叶也小一圈。看过直播的人都会发现，玛丽开口就是梗，高叶气场2.8米，相比之下，赵丽颖的确显得沉默寡言。她不会来势到什么地步？包饺子的环节，导演张艺谋站在他隔壁慈父笑了很久，他愣是没搭理，一心关注着剧里演他女儿的小女孩。后来老谋子自己悻悻地走开了。在父权社会成长起来的女性，应该对这一幕很敏感。张艺谋在这群人里象征着辈分、地位乃至权力，赵丽颖忽略了他。香港导演王晶最近也在自己的微博里对春节档几部热门电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只字未提《飞驰人生》。其次，对于贾玲的《热辣滚烫》，王晶很苛刻地评价为出色的宣传和贾玲卖命减肥打拳，值得这样的票房。对于张艺谋的第20条，他洋洋洒洒从雷佳音、马丽到潘斌龙说了几百字，统统赞誉有加。唯独对赵丽颖，他说占了演残疾人的新鲜感，楚楚可怜是拿手本领，当然抢戏，说的好像赵丽颖占尽靠角色设定的便宜一样。第20条票房逆袭的好成绩，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奇怪的是，这部电影里线上的评价几乎清一色的类王晶表扬全员，唯独挑剔赵丽颖。先有针对番为赵丽颖出场时间不多，凭什么是 C 位？后有赵丽颖演好秀凭状态不对，人物不应该这样呈现。更多的是王晶这样赵丽颖占了角色便宜的观点。咱就是说，与其千方百计论证她不行，不如想想她为什么行。众所周知，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一来就能领衔女1号的天降奇才。她能在10几年后走到第5代导演代表人物张艺谋面前，获得一句赵丽颖已经不是以前的赵丽颖了，到底凭什么？赵丽颖是一个敢于直面自己野心的女演员，她的野心从小就有。当个演员这个梦想在赵丽颖11岁沉迷于《还珠格格》时就种下了，只是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条路遥不可及。赵丽颖是空乘学校毕业，碍于家庭条件，她也没当成空姐，而是进入一家普通的公司做销售助理，过着朝9晚5的日子。一般人或许就这样放弃了。追求梦想这种东西，听起来和白日做梦一线之隔，但赵丽颖没有。2006年，她看到一个叫做雅虎搜星的比赛，只要1张照片就可以报名，她马上就发送了自己的报名资料。万一成功了呢？带着这种信念，赵丽颖开始在娱乐圈边缘升级打怪之路。19岁的时候，她站在冯小刚隔壁，拿到了入行敲门砖。同年，她闯入金婚剧组，成了张国立和蒋雯丽戏里的小女儿。还是那年，她跑去面试李少红《红楼梦》剧组，最终拿到了一句台词都没有的邢岫烟这个角色。那时候赵丽颖四处跑组，一年365天都泡在剧组里。制片人说她脸太圆，天生丫鬟香，没有主角命。她暗暗发誓，别给我抓到机会，一旦抓到我绝不松手。宫锁珠帘和周冬雨，看得出来赵丽颖是个敢想敢干的人。她直，也因为直引起过不少非议。演完宫锁珠帘后，赵丽颖有了点名气，有观众留言说分不清她和杨幂。赵丽颖直接呛回去：你们不知道自己偶像长什么样子吗？
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功的就是杨幂吗？后来真人秀爆火，很多女星吃到了综艺的红利。赵丽颖又当着奔跑吧兄弟常驻 MC 郑恺说，真人秀都是有剧本的，不适合我。那些年明星都要装作真人秀诠释自己发挥，很忌讳谈剧本的事情，被赵丽颖这么直白地说出来时，郑恺满脸尴尬。因为出身农村，赵丽颖常年被炒土，对此他表示不解，为什么单凭出身就对一个人下结论？他想做的就是推翻一切思维定式，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2. 有野心的人很多，能实现自己野心的人不多。表演虽然饰演别人，但更多的是映射自己的内心。看过张翰真人秀，你会懂为何坛主是他；看过雷佳音本人的社交状态，你就会了解他为何能成为窝囊废赛道领军人物。人世间周秉昆，第20条里的郝秀萍是个苦苦挣扎的底层人物，这种人物赵丽颖的成长经历里恐怕不少见。同为农村出身，赵丽颖不像王宝强那样有武术功底为基础，入行没多久就可以进电影圈历练。她一直在电视剧圈子摸爬滚打，看得出来，赵丽颖每次挑选剧本和角色都是很慎重的。她从来没有演过穿着高跟在大城市写字楼里踢踏踢踏走进光明挤进办公室的女老板，也没演过高知出身精英女性。赵丽颖选择的角色多半都是灰头土脸、老气横秋的人物。如果演古装，她偏爱一身坚毅、大器晚成的角色。2022年，她塑造了《幸福到万家》里的村姑和幸福。2023年，她演活了改革开放浪潮里白手起家的许半夏。赵丽颖身上的大女主气息是烟火气的、具象的。早年很多文章执着于给赵丽颖的故事增添一些苦情色彩，例如做过杂工，跑了7年龙套，看尽了冷眼，受够了偏见。赵丽颖知道后发微博正面回应：人非圣贤，不要总帮我撰写悲惨故事，立奇怪的人设，谢谢。她本人的性格没有那么大，她更像是《知否》里的树出之女明兰，起点不高，但内心清晰坚定。先生问起嫡庶的问题，封建时代大背景并不允许他随便站队。明兰笑笑地说：“不如做纯臣。”赵丽颖已经太懂得少说多做的道理了。拍戏多年，她身上落下无数伤痛，从马背坠下、被狼群拖拽，或者是吊在空中几小时，赵丽颖都选择自己亲身上阵。她身上的坚强和郝秀萍完全契合。郝秀萍地位弱势，但并不是一个弱者。戏里，赵丽颖几乎全素颜，瘦到单薄，小小一只，看上去没有什么杀气，但杀气这种东西从来不是靠大只来体现。相反，越瘦弱冷静，但爆发时越有力度，越沉默坚定，散发出来的威慑力更强。细看赵丽颖的履历，你会发现她的角色稳定性越来越明显，掌控力度也越来越强。她是有目的的在往这个方向走。曾经有人问赵丽颖为什么这么努力，她回答：“我不想成为花瓶，不想让那些从偶像剧里走出的演员们都无路可走。”赵丽颖有一段婚姻，这段婚姻结束的平静而坦然。2018年10月，赵丽颖冯绍峰官宣结婚，微博服务器因此瘫痪。彼时，冯绍峰也算是内娱有名的花花公子，拍一部戏谈一场恋爱。从某女郎倪妮到星女郎林允，再到向太如今的好儿媳郭碧婷，都没逃过冯绍峰的青睐。而赵丽颖有迹可循的绯闻对象就是陈晓一个。铁娘子遇到玉面郎君，人人惊呼赵丽颖威。赵丽颖的恋爱经历约等于零，她常常感慨自己没有体会过正常女孩子该感受的东西。我没有在校园的球场边看过男生打球，没有收过情书，也没有被哪个暗恋的男孩子表白过。冯绍峰比她大9岁，
他叫冯绍峰叔。两人连续合作了《西游记》《女儿国》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朝夕相处中产生了感情。结婚后，赵丽颖说有种漂泊多年终于安定的幸福感。几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就出生了。但从冯绍峰的角度来看，这段婚姻却冷静得有些不同寻常。他曾经问赵丽颖：“你是真的喜欢我才和我结婚，还是因为到年纪了？”该结婚了。冯绍峰眼中的赵丽颖内核稳定到可怕。在《奇遇人生》里，冯绍峰谈到两人相处细节，他是个容易波动的人，在外面工作遇到事情了，回家就找老婆哭诉。每当这种时候，赵丽颖总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他哭完对他说：“去看看孩子吧。”这种交流方式太过理智，让习惯了波涛汹涌的冯绍峰感到难以应对。这或许就是两人后来离婚的原因，他们不是一路人。冯绍峰和倪妮热恋时曾经拍过一部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电影里两人出演的情侣之间充满控制欲和相互折磨，据说那是他们感情的真实呈现。女明星结婚生子通常都是一道坎，但对于赵丽颖来说却影响不大。2018年4月，《知否》杀青，10月赵丽颖冯绍峰官宣，12月《知否》开播，收视长红，讨论度颇高。来年3月赵丽颖产子，又是一波热度，然后紧接着就接了有匪，6个月后她出山拍有匪。这期间她还换了经纪人，以合伙人身份加入李冰冰的合颂传媒，简直是一天都没闲着。结婚生子后，赵丽颖几乎不公开讨论婚姻家庭，更不提孩子。2021年4月，这段婚姻结束，赵丽颖恢复单身，期间她工作一切如常，没有过任何失控或者低落，稳定到可怕。赵丽颖的成功有运气加持，但更多还是个人努力。作为85花一员，其他小姐妹依旧在仙侠古欧里打转，她却早就离开了繁华的灯红酒绿，选择往下走，沉下心去演接地气的人，反而迎来了飞升。赵丽颖能成功几乎是必然的，凭着那股聪明劲儿，她几乎踩对了每一个转型的风口，这让她在各类影视剧里频出爆款。她几乎是类型的引领者，但她的聪明又是带有一点前瞻性的。她不贪图安逸，总是勇于打破舒适圈，眼睛永远朝前看。从她的身上告诉我们，对自己好一点，不是在30岁之前买几个名牌包，用某个牌子的香水去哪几个地方打卡，而是对自己狠下心。你要知道，进步不是红口白牙随便一说，而是需要流血流汗实打实的拼。以前提起赵丽颖的演技，小编会说全凭同行衬托。如今赵丽颖算是同辈女演员里唯一一个真正达到了演员标准的了，真不容易，真悲哀。